俄罗斯应该真的怀疑人生了。4月对乌克兰砸出创纪录的6700多个空中武器，结果近90%都被乌克兰轻松打了下来。与之相反，乌军的远程无人机摸到了莫斯科郊外的军事后勤综合体，顺便奔袭1100公里，把里海深处一艘导弹舰给点了。伊朗那边也不甘寂寞，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着3艘美国驱逐舰就是一波导弹齐射。然而美军不仅毫发无伤，还顺手就把伊朗的军事设施炸了。安营部署也在眼前，这一轮下来，美伊要再次开战了吗？俄罗斯的空中力量还能发挥多少作用？火力军估计，俄罗斯这4个月应该是亏了不少。他们发射的6700个空中武器，细分下来，包括6583架沙赫德等各型无人机，外加141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是俄罗斯连续第2个月刷新空袭强度纪录。俄罗斯的心思很好猜，就是狠狠砸量，赌乌克兰防空早晚被耗干。可惜这波小心思注定要落空，其中5861架无人机都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89枚导弹被击落，综合拦截效率拉到了 88.5%。在压力最猛的几天，比如4月初，俄军1天之内发射了700架无人机，结果乌克兰直接把拦截率干到了将近 92%， 这还是被俄军连续饱和轰炸之后打出来的数字。更让克工坐不住的应该是这个数字的涨幅趋势。此前 CEPA 专门对此做过分析，乌克兰防空拦截率从2025年12月的 80.2%， 一路升到2026年2月的 85.6%， 再到3月的 89.9%， 曲线一路往上走。这说明俄罗斯的砸量战术不但没用，反而在帮乌克兰练级。克工也不是没想办法，他们出了一个损招，就是大幅增加白天时段的无人机攻击，也就是俄方无人机在4月最明显的战术转变。此前俄军几乎都是趁夜偷袭，这也是经典套路。但是现在的俄罗斯无人机在大规模夜袭的基础上，白天也开始往居民区里扎。这个时间段正逢春季回暖，乌克兰人外出活动明显增多，俄军专挑这个时候往公共空间和民用设施上狂砸无人机，这个意图有多明显几乎不用多说，就是奔着严重伤亡来的。不过在无人机这方面，终究还是乌克兰更胜一筹。现在的乌克兰面对克工的空中力量仅剩的一点不足，基本上也就是怎么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了。目前只有爱国者系统能有效应对这类威胁，但问题就是乌军严重缺乏爱国者的拦截弹。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整个冬季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乌克兰扛下了15波针对能源设施的大规模打击，拦截弹的库存就这样被消耗了。其次就是中东地区的冲突，导致全球防空弹药需求激增，供应链被分流。乌克兰和盟友自然很清楚乌克兰短板在哪里，所以一方面乌克兰自己腾出手，想要继续研究低成本的爱国者替代品，另一方面盟友送来的助力。就在5月6日，挪威通过宣布北约的 PUIL 机制，追加拨款约 3.02 亿美元，明确用于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弹药，重点就是爱国者拦截导弹。同时挪威还将与其他国家合作，继续融资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这一套操作下来，莫斯科花的每一分钱，砸进去的每一架无人机，乃至每一枚巡航导弹都成了笑话。这中间的差距，克工怎么补都补不上。但是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因为乌克兰没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继克工被炸响之后，无人机又炸到莫斯科了。5月7日凌晨，乌克兰无人机摸到了莫斯科西南郊的纳罗夫明斯克，就在这个地方藏着俄国防部旗下的纳拉军事后勤综合体。这个设施占地差不多有180到200公顷，是俄军在中部战区最大规模的自动化后勤枢纽，负责储存和分发装备、弹药补给和食品，也是俄军往前线输血的大动脉之一。当地居民在半夜听到了密集的爆炸声，随后社交媒体上也流出了相关视频。俄方还在嘴硬，只顾着喊自己一夜之间就在全境内拦截了347架无人机，至于损失情况，那当然是没有。而面对纳拉被炸的画面，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通报里只含糊地提到，11架无人机在接近首都时被击落，残骸坠落引发应急响应，相关人员正在坠落现场工作。这个态度已经能说明一切了，要是没受损，怎么可能需要应急团队？不过也不能怪俄罗斯不提自己的损失，因为实在是不敢提，太丢人了。这座设施距乌克兰边境约有390公里，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只有大约70公里，把最关键的军事物流中枢放在首都郊外，护卫等级必然拉满，理论上应该是绝对安全的。再加上胜利日阅兵，为了保住莫斯科还有这场缩水的阅兵，俄罗斯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密密麻麻的防空阵地。无论怎么看，莫斯科及周边的防御都不应该出问题的。然而情况就是这么打脸，在俄罗斯大张旗鼓搞胜利庆典的时候，乌克兰的无人机照样穿透俄罗斯防空。
什么 S400 铠甲 S1都成了昂贵的摆设。这波操作直接把克宫的体面烧得一干二净，基本上就是明着告诉俄罗斯你们不行。奈拉综合体的损失规模目前还在评估中，但是这种级别的后勤节点被成功袭击，影响的远远不止被烧毁的物资，被波及的还会有多个依赖该节点的作战方向。可以料想，接下来一段时间，俄罗斯的后勤保障大概是要拖一拖后腿了。莫斯科这边在胆颤，里海方向也不好过。同样是5月7日夜里，乌军的无人机奔袭1100多公里，来到了大吉斯坦卡斯皮斯克海军基地，最后成功命中一艘2280型卡拉库尔特级小型导弹舰。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放出了攻击无人机拍摄的热成像照片。这款舰艇的排水量虽然只有800吨，长度仅60米左右，但俄罗斯给它配上了垂直发射系统，并且塞了8个发射单元，能发射3枚 3M54 口径巡航导弹或 P800 高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些导弹的战斗部重达450公斤，曾被俄罗斯广泛用于针对乌克兰城市的打击。目前还不确定被击中的是哪一艘舰艇，不过就已知情况来看，驻扎在里海的2280型舰艇是图察号和台风号，受损的应该就是其中一艘。这2艘舰艇也是够倒霉的，他们原本在黑海舰队服役，2025年4月才被转移到里海。当时转移就是因为乌军对黑海舰队的打击越来越狠，所以俄罗斯把他们往里海调，就是想退到一个安全距离里，然后安安稳稳的装填导弹，再去打乌克兰。结果哪怕是逃到了里海，他们也没逃过被打击的命运。此前在列宁格勒州的普里莫尔斯克港，乌军也端调过一艘同级舰。只能说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这些舰艇不管躲到哪里应该都没用了。而且乌克兰的打击从来不是单独进行的，就在同一天，乌军同时对东部被占领区的多个关键目标发动了协同突袭。卢甘斯克州索斯尼夫卡的俄军指挥所，顿涅茨克州亚斯内附近的无人机控制中心，卡尔梅基夫卡的弹药库，一夜之间全都被点了名。反正乌克兰这边的思路还是那一个，只要战争不停止，这些军事目标就别想安上。毕竟对于乌克兰来说，俄罗斯这些目标不管藏得多深，躲到多远，最后也逃不过无人机的猎杀。就在乌克兰无人机把俄罗斯的后勤枢纽还有导弹舰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遥远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觉得自己又行了，大手一挥，对着美国的驱逐舰开火。5月7日，美军3艘伯克级驱逐舰特拉克斯顿号、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正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革命卫队天天喊着封锁海峡，一看这画面也不管不顾了，对着美军军舰就是一波齐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外加快艇群配合冲锋，搞了个所谓的大规模联合作战，摆出一副要把美军舰队一波带走的架势。他们不管具体情况如何，跟着就是高调宣布说对驱逐舰实施了打击。相关情报显示，3艘美军舰艇遭受重大损失，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至于袭击原因，伊朗也不知道是怎么找的，说是美军先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了一艘从贾斯克驶出的伊朗油轮，伊朗才被迫自卫反击。火箭军不得不说，每一次伊朗的剧本套路都很老，也都很搞笑。单看他们的报道，要是不了解的人可能真的要被骗了，以为伊朗这次的打击真的特别厉害。但是让我们看看伊朗面对的对手是谁。这3艘驱逐舰全都配备了宙斯盾系统、NSPY-1雷达加标准系列拦截弹，再加近防炮。一艘宙斯盾驱逐舰的防空火力几乎等于伊朗舰队1半以上舰艇的总和。伊朗的那些弹道导弹一个个还都是纸面参数好看，一实战就出问题，比如精度不够这个老问题。面对宙斯盾系统的多层拦截网，想靠着一波起射撞运气，那也太能做梦了。而且美军在波斯湾地区部署了几十年，对伊朗的导弹发射特征、雷达信号还有无人机通信频段早就吃透了。伊朗这边可能刚刚发射就被美军的雷达锁定了，结果就是伊朗连一发都没蹭着。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美方资产未遭受任何命中，3艘驱逐舰在密集火力下继续航行，毫发无伤地穿过海峡。莫名其妙的被伊朗来了这一波，美国也不可能会忍，随即就启动了反击。这次反击也相当克制，美国的态度就是我们也不多打，谁动手谁挨炸。所以伊朗这边负责袭击的军事设施全都遭了殃，导弹发射阵地、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情报监视侦察节点一个个全被端了。打击落点覆盖了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和米纳卜的伊朗海军设施。中央司令部在通报的时候还特意附上一句：我们无意寻求冲突升级，但始终保持战备状态，准备好保护美军部队。特朗普随后的回应也更有意思了，他管当天的视角轻轻敲打一下，然后把当天战况跟谈判挂了钩。如果他们不赶紧签署协议，未来我们还会更猛烈、更暴力地打击他们。事实上，这次打完之后，最先认怂的还是伊朗。交火短短几小时后，伊朗方面就宣称岛屿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城市的局势已恢复正常，就差把算了别打了这句话直接写在脸上了。这可不是伊朗的作风。其实他之所以在停火周期里突然凑上来咬美国一口，
原因也很简单，在于一份谈判草案。5月6日，阿克西奥斯爆了料，美伊之间通过巴基斯坦传了一张1页纸的14点草案。第二天，革命卫队导弹就射出去了，这时间线卡得未免太巧了。这份草案本质上就是一份先停火后谈式的短期框架，先把战争按下来，然后双方各自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最后进入30天的谈判窗口，去解决真正的硬骨头。这份备忘录的设计本身就暴露了双方的真实处境，看条款重心就知道，对美国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这个草案的重点其实就在暂停铀浓缩，美国开价20年，伊朗还价5年，双方可能在12到15年之间妥协，这个期限还有得掰扯。但是，一旦确定，那么伊朗就等于被暂时绑住了。而美国这边拿出来的就是解除制裁和资产解冻，这些都是可逆的。30天谈判期内或者更长远的时间里，伊朗如果反悔，美军随时可以恢复制裁和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但真正让德黑兰坐不住的是没写的那几样东西。这份14点框架文件从头到尾都没有提美国此前反复支持的几个核心诉求：限制伊朗的导弹计划，停止对真主党等地区代理人的武装支持，甚至伊朗现存的大量浓缩铀库存该怎么处理，也被刻意搁置了。核心逻辑就一个，先把战争停下来，把铀浓缩给摁住，别的后面再说。结合这个情况一看，相信很多朋友都能看出来，伊朗突然动手的逻辑。谈判桌上的条款却是美方主导的，伊朗接不住，但又没底气掀桌子，于是老本行出动，先来个发射，对内可以吹强硬反击，对外继续给谈判施压。这一波操作下来，火力军只能说伊朗还是那个伊朗，之前伊朗这么做就从来没有落过好，这一次自然也是熟悉的结果。美国根本不吃这套，既然伊朗不配合，那么之前被叫停的自由计划可以重启了。所谓的自由计划其实就是海上护航行动。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超过1500艘商船被困在海湾里出不来，约有22500名船员被困。所以5月刚刚开始，特朗普就宣布启动自由计划，美国海军开始护送商船穿越海峡。这个行动的规模堪称空前，行动涉及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战机，还有15000名美军，由第82空降师负责空中协调，24小时不间断防御监视。不管伊朗怎么说封锁，美国直接用海空力量给商船撑开一条安全走廊。伊朗的反应也很快，当天就喊话，任何试图进入海峡的外国武装力量都会被瞄准和攻击。然后2艘美国商船就在驱逐舰的护卫下成功穿过了海峡，还顺势击沉了6艘试图骚扰的伊朗小艇，拦截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不过这个护航计划只跑了36个小时，就被特朗普按了暂停键。特朗普发帖说，是因为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提出了请求，再加上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护航计划可以暂停了。不过根据相关人士透露，主要原因在于沙特和科威特。这2个盟友觉得美国在执行护航计划前没有提前和自己商量，所以拒绝让美军使用他们的基地和领空来执行护航任务。但是仅仅过了几天，沙特和科威特就解除了对美军的相关限制，重新向美军打开了基地的大门。这说明自由计划最后的障碍也被彻底清除。再加上伊朗不识趣，不签协议就算了，还敢主动向美军驱逐舰射导弹，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猜了。你越动手，美国越有理由把军事选项摆回桌面。那么重启自由计划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五角大楼正在评估重启护航行动的时间表，预计也就这几天的事了。对伊朗来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一旦自由计划重启，美军的舰艇编队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常态化巡逻，空中力量随时待命。那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到底是握在谁手里？答案就已经不言而喻了。而且五角大楼还有更狠的一招——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根据彭博社爆料，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已经正式提交申请，要求将暗鹰部署到中东地区。如果这份申请获得批准，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环境中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火力军可以这么说，俄罗斯吹了那么多年的锆石还有匕首，在暗鹰面前完全就是上个时代的产物。这款高超音速导弹由美国陆军和海军联合研制，从2019年3月开始秘密推进。光是这个双军种联合的背景，就足以说明它的战略地位。而它最能拿得出手的，一个是速度，最高可达17马赫；另一个就是机动变轨。最重要的是，现有的防空体系都是基于预测导弹轨迹来拦截的，但暗鹰采用的是助推滑翔技术。2级固体燃料助推器先把战斗部往大气层外推到一个超高高度，然后滑翔体脱离，在大气层内以不规则路径滑向目标。它可以中途变轨，可以随时调整攻击角度。俄制 S300 和 S400 系统碰上这个东西，也只能说在理论上存在拦截的可能性，就更别提伊朗那些防空系统了。射程也不遑多让，官方给出的保守数据是大概2800公里，但俄罗斯情报部门推测，真实射程可能达到5500公里。这意味着美国只要在卡塔尔等国部署，整个伊朗全境基本都在暗鹰的覆盖范围，而且整套系统由 M870 拖车拖挂。
每辆发射车能装2枚导弹，打完就跑，机动性极强。这么长时间以来，伊朗之所以敢在霍尔木兹海峡跟美国叫板，最大的底气就是他们那些吹上天的导弹。他们把这些发射装置分散隐藏，以为这样就能躲过美国的打击。但是只要暗鹰一来，这套战术就将彻底失效。美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对分散在伊朗全国各地的导弹阵地进行同步清除。把这个杀器拉出来，美国的意思也很明显了，趁着我还有耐心，要谈赶紧谈，不然整个伊朗就是暗鹰的首场秀。现在美国这边准备就绪，该怎么谈或者要怎么打，就看伊朗怎么选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暗鹰有可能被部署到中东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